成为休斯顿火箭老板没3分钟，你就将当家球星麦克格雷迪摆上交易价，整个球队管理层直接被你气得卷铺盖走人，火箭球迷更是自发众筹要将你赶出休斯顿。可他们不知道的是，你其实是个重生者。你知道姚麦组合未来带给球队的除了人气就只剩遗憾了。为了帮助大姚夺得总冠军，建立火箭王朝，你不得不捏碎所有人心中的乌托邦。此时的火箭会议室中内一片哗然，所有管理层的脸上写满了不可置信。究竟脑子是进了多少水，才会把麦迪这样一棵摇钱树拱手让人？要知道04和05赛季的麦迪可是全明星首发，并入选了最佳3阵，再加上队友大姚这个光环加持，麦迪在华国市场的影响力可谓所向披靡。可如今才只过了1年，你这个新老板竟然就要将麦迪交易走？我反对！上赛季特雷西·麦克格雷迪以场均25.7分、6.2篮板、5.7次助攻的数据入选了3阵，是队内贡献值最高的球员，并且在他的带领下，我们以51胜31负的西部第5战绩进入季后赛，这可是自96和97赛季以来我们战绩最好的1年。我认为交易他是十分不理智的行为。说完这番话后，白人小胖子颇为得意地看向了你是哪个？道森拍了拍白人小胖子的肩膀，示意他坐下。老板，这是我的助手达雷尔·莫狗。莫狗，听到这个名字，你脸上顿时一阵嫌恶。虽说现在尚未发生莫狗事件，但这畜生玩意儿的恶心程度，作为国人的你可是清清楚楚的。哼，今天开会的都是经理、主管，你一个助手根本没有资格来参加这个会哦。现在给我 get out！ 听到你让自己滚，莫狗脸上写满了震惊与尴尬。作为高贵的白皮猪，他何曾被人这般奚落过？而且还是被一名华裔。老板，达雷尔是一名非常出色的数据分析师。是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法克奥夫。莫狗已经完全没了刚才嚣张的气焰，只得咬牙切齿地收起自己的笔记本，转身离开了会议室。莫狗离开后，球队会议室中的气氛瞬间骤降至冰点，在座的人全都一言不发。老板，我不理解，达雷尔并没有做错什么，他只是想让我们做正确的事情。正确的事情？你扫了一眼这帮饭桶，你知道道森在成为火箭队总经理之后的这9年内，一系列操作不能说是毫无建树，只能说是屁用没有。1996年换来巅峰已过的查尔斯·巴克利冲击冠军失败，1999年换来生涯暮年的斯科特·皮蓬毫无任何建树，2000年给防守万人捅的莫里斯·泰勒5年4800万的合同锁死球队空间，2001年把球队精神支柱大梦奥拉朱旺送走，彻底败光人缘。想到这，你坚决道：马上交易掉麦迪就是最正确的事情。道森先生，你也不想失去这份工作吧？不，我拒绝。如果你一定要坚持这么做的话，那我就申请辞去火箭队总经理一职。好，一言为定。你忍不住笑出了声，双喜临门。沃特，道森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是认真的吗？不光是道森本人，会议室中除了你之外的所有人都惊讶地张大了嘴巴。要知道，一路从助教做到总经理，到2005年为止，道森已经为休斯顿火箭队效力了整整25年。可如今，这位新老板竟然要抛弃掉这位对球队最忠心的元老。道森先生，我们还要继续讨论交易麦迪的具体事宜。您现在已经不是球队管理人员了，不适合继续留在这里。闻言，道森气呼呼的一边起身一边说道：你会后悔今天所做出的决定，记住，你将成为休斯顿火箭队的罪人。我会记住的，但也请你记住，现在火箭队的老板是我，这是我的地盘。道森气得说不出话来，最后只得转身离开。现在还有人反对吗？道森走了，我想我也没有继续留在这里的理由，球队早晚会毁在你的手里。我也辞去球队中的一切职务。5分钟后，看着空荡荡的会议室，你突然一脸得逞地笑了起来。你的目的达到了，想要让这支休斯顿火箭队走向正轨，那必须要彻底清理掉之前无能管理团队。想想这蜘蛛一样团队在05年之后都做了些什么吧。让老麦的穆大叔给大姚打替补，导致大姚常年超负荷进行比赛，而在大姚伤病后，就只能让身高只有1.98米的查克海耶斯去打中锋。结果就是大姚是俱乐部号玩国家队号，最后落得一身伤病早早退役。若是能合理控制大姚的上场时间，大姚绝对可以有一个更加辉煌的职业生涯。在支出了一笔遣散费后，你顺利的遣散掉了之前的管理团队，之后你又花费了1个月的功夫，招募了几名有丰富管理经验的总经理助理，随即对外宣布你将亲自出任休斯顿火箭的球队总经理。这一举措无疑是要将球队大权独揽于自己手中。在做完这一切后，你也只是完成了球队重建的一小步，而接下来搭建球队阵容才是建立王朝的最重要的一大步。随后，火箭兜售麦迪的消息瞬间惊爆了整个北美体育圈，有行动迅速的媒体直接放出了一篇名为《休斯顿兜售麦迪，火箭将再次升空还是陨落》的报道。这篇新闻报道光是稿件就足足有20页，前10页是在怒斥你如何不懂球，后10页则是在大骂你解散球队原管理层的恶人行径。短短几个小时，你便在整个北美声名狼藉。休斯顿火箭队的主帅杰夫·范甘迪更是气得直接发表声明，宣称自己下赛季将不再担任休斯顿火箭队的主教练。对于范甘迪的离开，你倒是不怎么在意，比起当教练，范甘迪还是更适合去做现场解说员。当然，你的影响力可远远不局限于北美，在国内，你更是被骂遍了祖宗18代。原本国内球迷得知是你这名华裔商人成为休斯顿火箭的新老板，那叫一个锣鼓喧天，想着有华裔老板罩着大姚，今后的火箭队算是天亮了。可是现在刚上台的你屁股还没坐热乎呢，就要交易当家球星麦迪，这属于是天不光没亮，甚至还更黑了。国内知名篮球评论员杨毅也是预定了
篮球先锋报，整整2个版面的位置，用来痛斥你的这一愚昧决定。报纸要第2天才能发行，但杨毅先把这篇文章发到了自己博客上。这次他连用3个没有来评价休斯顿火箭队的这名新掌门人，没有脑子，没有见识，没有未来。你看着杨毅这洋洋洒洒的一堆屁话，忍不住笑出了声。等着瞧吧，现在你骂的有多狠，以后你的脸就有多疼。看完杨毅的博客，你决定睡前来一发狠的。随即你打开了个人社交账号，发了一条简短的动态，目标总冠军。第2天一早，你打开电脑，结果差点直接死机，你的社交账号炸了，数千次转发，上万条评论，全都是在骂你的。你可是真正体验了一把当大反派的快感。没办法，谁让这件事上真就是众人皆醉我独醒呢？你拿起手机，刚开机后又是一连串的短信提示声，还没点开短信呢，突然就有电话打了进来，来电人备注比利奈特，亚特兰大老鹰队的总经理。你接起电话，客气说道：“奈特先生，很开心能接到你的电话。我也很开心，你愿意交易特雷西。老实说，我们想要一名优秀的2号位很久了。那请问，老鹰愿意付出哪些筹码呢？今年的首轮2号签，以及我们去年首轮选中的约什史密斯。”你忍不住笑了，这个老头似乎是把自己当傻子了。麦迪的交易价值，你还是十分有数的。见你不说话，比利奈特又补充道：“约什史密斯可是一名很有天赋的锋线球员，很适合火箭，将来必定可以成为明星球员。”这话倒是不假，约什史密斯可是后来的鹰王，而且他在职业生涯末期还真就效力过火箭。你终于开口了，奈特先生，如果你诚心想交易特雷西的话，那就加上埃尔哈林顿和07年的首轮吧。什么？你这简直是狮子大开口！比利奈特瞬间愤怒了，直接挂断了电话。埃尔哈林顿可是上赛季能砍下17+7的老鹰首发前锋。事实上，你也确实不想和老鹰做这笔买卖。在他的计划中，你想和老鹰进行的是另外一笔交易，而这次不愉快的谈话，就是要传递给老鹰管理层2个错误的信息：锋线球员很吃香，而我不仅想要锋线球员，还不止一个。第2，我对老鹰阵容中真正想要的那个人兴趣不大，目前还不是和老鹰队做交易的时候。叮铃铃，你的手机彩铃再次响起，来电人备注：杰夫·鲍尔，新奥尔良黄蜂队总经理，终于来了。你禁不住嘴角一扬，大鱼终于咬钩了。你知道2005年的新奥尔良黄蜂队手握首轮4号签，他们将用这个签选择一名但凡你是 NBA 球迷就一定认识的球员。你从决定交易掉麦迪的那一天起，就明确了火箭的舰队核心必须是大姚，而要围绕大姚舰队，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控球后卫的问题。上赛季给大姚传球最好的球员，竟然是自己即将交易掉的全明星得分后卫特雷西·麦克格雷迪，这是说出去简直是个笑话。一个联盟顶级中锋，职业生涯竟然从未搭档过一个会给自己传球的合格控球后卫，这样的管理层说他们都是猪，都有些乳猪了。对于首发控卫的人选，你早就做好了决定，即将进入联盟的克里斯·保罗就是那个最合适的。鲍尔先生，你好，我是休斯顿火箭队的总经理杨硕。你好，杨，我知道您是不久前刚从亚历山大先生那里买下了火箭队，并且还自己出任了总经理。所以您致电只是为了恭喜我买下了球队吗？当然不，我知道你们有句老话叫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致电的理由想必您也猜得到。那么您打算出什么报价呢？我还以为您不愿意与西部球队交易呢。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这个时代的交易潜规则。一般来说，一支球队是不会与同伴区的另一支球队进行球星交易的，这很可能会给自己球队造成更大的竞争。我的确不愿意，但黄蜂是个例外。杰夫·鲍尔听到这句后，脸上的肌肉忍不住地抖动了几下。这个杨硕说话好西瓜伤人啊！见电话那头沉默了，你知道是自己把杰夫·鲍尔干破防了，于是赶紧补了一句：所以你们需要特雷西。我要说什么来着？杰夫·鲍尔本来准备了很多话术，可在被你搞破防后，竟然一时语塞。你提示道：说吧，你想付出什么筹码来交易特雷西？对，交易特雷西。杰夫·鲍尔这才回过神来。我们有今年的首轮4号签，再加上里奈龙和丹迪考，如何？你听到这离谱的报价后冷笑一声，这是拿我当傻子吗？对于新奥尔良黄蜂的队内情况，你也是有些了解的。他们在上赛季中期交易掉核心球员拜伦·戴维斯和大卫·卫斯利之后，就已经开启了重建之路。里奈龙和丹迪考2人就是被特意安排刷数据的，为的就是能在今年夏天卖个好价钱。你很清楚，这支火箭能否涅槃成功的关键一步，就是看麦迪能否换到更多更有价值的筹码回来。毕竟现在火箭队中的阵容只能用一句稀碎来形容，除了姚麦以外，目前休斯顿火箭队内有保障合同的球员还有一大堆，像朱万霍华德、琼巴里等人。这帮人老的老，伤的伤，毒的毒，全是一些不良资产。见你不说话，杰夫·鲍尔显然有些心虚，于是主动加了码。我可以再加上07年的首轮无保护的。你依旧没有说话。2个刷子球员根本就毫无用处，所以黄蜂是只想用2个首轮换麦迪，这是什么白日梦想家？得不到反馈的杰夫·鲍尔很是无奈，只得将主动权交到了你的手中。或者还是说说你的方案吧。鲍尔先生，我想你应该很清楚，现在黄蜂需要的是一名年轻的核心舰队球员。你没有直接说出自己的方案，而是开始 KFC 杰夫·鲍尔。特雷西是今年的全明星首发，还入选了最佳阵容3阵，关键是他刚刚才过完了26岁的生日。对选择重建的你们来说，特雷西是毫无疑问的最佳选择。既然如此，你为何不将特雷西留在休斯顿？杰夫·鲍尔还是有点反思。
CPU 意识的？因为我是华裔啊。杰夫·鲍尔再次倍甘沉默。你这做法还真是没有一点生意上的考量，全是私心。同为华人，华裔老板想让老乡大姚当球队核心，这解释一点毛病都没有。杰夫·鲍尔表示理解，再次问道：所以你的具体方案是？李奈龙和丹迪考是你们主力球员，我就不夺人所爱了。除了今年的首轮4号选秀权，还有你刚刚说的07年无保护首轮之外，我希望得到09年的首轮选秀权，以及你们的替补前锋大卫·维斯特。今年的首轮4号签，你可是势在必得。你很清楚，当年这个4号签可以选中自己最希望得到的球队首发控卫，控卫之神克里斯·保罗。除了保罗以外，你给出这份清单上还有一名未来全明星级别的球员大卫·维斯特。刚刚结束的04和05赛季，大卫·维斯特因伤只打了30场比赛，平均上场18分钟的他，只能交出场均6.2分和4.3篮板这份勉强及格的答卷。也多亏了维斯特上赛季受伤了，这才导致他的交易价值并不高。送出这样一名替补锋线球员，杰夫·鲍尔几乎没有任何心理压力。当然，他如果知道大卫·维斯特在遇到保罗以后，能在接下来的05和06赛季砍下场均17.1分，摘下7.4个篮板的话，绝对会立马终止这笔交易。什么？你想要我们3年的选秀权？这简直是在抢劫！别着急，鲍尔先生，我还没说完呢。作为补偿，我会将队内的全明星前锋文贝克、球队基石克莱伦斯·维瑟斯庞以及96黄金一代的优秀控卫穆奇诺里斯送到新奥尔良去。 Are you kidding me？ 杰夫·鲍尔彻底绷不住了。你想要我们的3个首轮，还让我们帮你处理垃圾合同？文贝克最近一次入选全明星也已经是7年前事情了。维瑟斯庞这位球队基石，其高达270磅的体重，在球场上确实像石头一样挪不动的。至于穆奇诺里斯，虽然是96年通过选秀进入 NBA 的没错，可他跟96年黄金一代毛关系都没有。这3名球员在场上毫无作用不说，加起来还占了将近1500万的总薪资，要再加上麦迪下赛季的1570万薪资，这几乎铁定要超球队的工资帽。杰夫·鲍尔很是无语，觉得你根本就是个什么都不懂的菜鸟经理。于是接下来，杰夫·鲍尔就在电话中给你详细的讲了一下关于工资帽的各种规则。哦，原来如此。那这样好了，你把 PJ 布朗也送到火箭来，我这边再少出1名球员，这样黄蜂应该就能吃下了吧？不过要少出谁呢？当然是韦瑟斯庞，他还可以在大姚身边干一些脏活累活。哦，也是。你笑笑并不打算揭穿他。韦瑟斯庞下赛季的薪资高达635万，是3个天头里最高的。PJ 布朗可以加入交易内容中，我可以帮你处理另外2份垃圾合同，但我只能给你今年的首轮4号签了，最多再加一个明年的次轮。07年的首轮 OK， 成交。杰夫·鲍尔十分爽快地同意了。现在可不是10年后，一个全明星动辄就能换上4、5个首轮，能得到2个首轮，一个实用型中锋，一个未来的全明星，顺带还处理了2份垃圾合同，这已经相当赚了。当然，在别人眼里，你用麦迪交易到的是2个首轮，一份溢价合同以及一个天头。此次交易会分2次进行 ，PJ 布朗和大卫·维斯特的合同刚好可以和文贝克与穆奇诺里斯的合同配平，因此火箭得到了一个麦迪等额薪资1569万的交易特例。这笔关于麦迪的交易完成后，火箭的困局就可以解开一大半了。和杰夫·鲍尔敲定完交易的细节后，你就给各队管理层群发了一条短信，大意就是麦迪的交易已经敲定，但今年火箭的首轮24号签可以交易。各队管理层也是活久见，一名联盟的超级巨星从摆上货架到交易完成，竟然连24小时都不到。在这之后，你就再也没有接到过电话了。很显然，首轮24号签的吸引力远远比不上麦迪的吸引力。可就在你准备和女友加朵出门逛街的时候，手机却突然响了起来，来电人备注大姚。喂，大姚啊，如果你是想为麦迪求情的话，那你晚了一步，他已经被我交易掉了。啊，不，我其实是……电话那头的大姚突然愣住了，过了好一会，突然颤抖着说道：“杨总，您竟然把麦迪给交易了啊？你没收到消息吗？”这下轮到你愣住了，感情大姚并不知道这事啊。我做完手术后就只顾着开荒了。你瞬间悟了，大姚可是忠实的魔兽世界玩家。05年的夏天，这不正是忙着开荒的时间点吗？那你打电话来是为了什么啊？对，亚瑟丁医生今天把我的伤情评估报告出了，我左脚踝的手术10分成功，休息4个月的时间就能完全恢复。只是这可能会赶不上季前赛。是为这事儿啊？你点点头，但是下一秒你突然警觉地皱起了眉头。大姚退役的直接原因就是左脚踝的伤病，这是大姚在青年时期就埋下的病根，最终导致早早退役，这都是大姚被操得太狠的原因啊。而自己没有记错的话，大姚在05年9月份是打了男篮亚锦赛的，然后还参加了05和06赛季的季前赛。妈的，道森这帮废物管理层真该杀。杨总，麦迪他……好了，大姚，麦迪的事你就别管了，你现在马上订飞往菲尼克斯的机票。挂断电话后，你赶紧又打给了菲尼克斯太阳队的总经理杰里布莱恩。3个小时后，大姚见到了菲尼克斯的医疗团队的首席医生托马斯卡特。NBA 球队的队医是不能为其他球队的队员进行治疗的，你自然知道这个道理，但你只是寻求托马斯卡特的帮助，希望他帮忙检查一下大姚的伤势，并给出自己的治疗建议。结果还真是和亚瑟丁给出的报告有出入。托马斯卡特的结论是，手术非常成功，但想要完全康复，则至少需要休息6个月的时间，并且大姚如果还想职业生涯继续下去的话，就必须减重。
所以你直接给大姚下了死命令，休战6个月，同时减重。听到需要休息6个月，大姚终于不用犯愁了。原本计划是休息4个月，那今年9月份的亚锦赛，篮协领导一定会勒令大姚上场比赛，哪怕是牺牲大姚的一点健康，也势必要拿到亚锦赛的冠军。可现在的结论是休息6个月，亚锦赛开打的时候才休息了不到一半的时间，这就不是牺牲大姚的一点健康了，这很有可能会毁了大姚。大姚可是国家队最宝贵的财富，没有谁能担得起毁掉大姚的责任。于是篮协在收到大姚发来的病情报告后，只能无奈地接受亚锦赛没有大姚的现实。第二天，2005年的6月25日，2条新闻同时登上了各大媒体的热榜。第一条是休斯顿管理层惊现神操作，特雷西·麦克格雷迪被交易至新奥尔良，这标题就颇有点讽刺的意味了。什么神操作？不就是想说你杨硕没脑子吗？第二条是火箭全明星中锋大姚接受左脚踝手术，下赛季出战成疑，好吗？如果说第一条新闻只是让你看上去像个小丑的话，那这第二条新闻一出，连带整支休斯顿火箭队都成为小丑了。火箭上赛季的2名核心球星，一个被交易走，一个在家养伤，也就是说05和06的前半个赛季，火箭就只能让剩下的一帮老弱病残上场比赛了。一时间，各种关于火箭队的讨论都出来了。当家球星走了走，伤的伤。火箭下赛季是奔着状元签去的吧？你们是不是忘了什么？杨硕前天发的动态可是目标总冠军。呵呵，还搁这总冠军呢？巅峰乔丹来了，都够呛进季后赛。不光是球迷群体在喷，几乎所有的篮球媒体人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意见出奇一致。下赛季的休斯顿火箭队已经进入到了争夺状元签的行列中。最有梗的还要数我们的老朋友查尔斯·巴克利，他拍着胸脯对肯尼·史密斯说道：“下赛季火箭超19胜，我将再次亲吻驴屁股。”一向老好人的肯尼·史密斯也是调侃道：“如果火箭队超过19胜，我就真穿上泳衣让你亲我屁股。”科比·布莱恩特表示很好奇，休斯顿的管理层究竟是在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下做出的这个决定？勒布朗·詹姆斯难以置信，上赛季我和特雷西是唯二可以做到25+5+5的球员。这个杨要么从来没看过数据统计，要么他拿到的是一份假的数据统计。交易掉麦迪，这真是一个愚蠢的决定。如果马刺有麦迪的话，我们在接下来10年间都会是总冠军。而被交易掉的麦迪更是直言不讳自己的不解与愤怒。我们刚刚经历了一段美妙的旅程，可现在却突然告诉我，我必须得要下船了。我甚至都不清楚我做错了什么，但我知道错的并不是我，是开船的那个人。等着瞧吧，下赛季的我会变得更强。球员们的言论几乎是明牌了，而菠菜网站的反应更是简单粗暴。下赛季火箭夺冠的赔率已经来到了1赔2000，全联盟最高。毕竟不开天眼的话，你的这波操作属实是太离谱了，根本就不是正常人能干出来的事。NBA 联盟甚至对这笔交易进行了专门的调查，他们怀疑你是不是和黄蜂有私下交易。毕竟阴阳合同这事在 NBA 也不算什么新鲜事了。可调查的结果出来后，众人得出一个结论：杨硕是傻逼。亚特兰大老鹰队的总经理比利奈特更是后悔的直拍大腿，早知道这样就能换来麦迪，我就不挂电话了。他没想到你小子这么好忽悠，决定也得薅你一把羊毛。正刷着骂自己的帖子看乐子呢，突然接到了比利奈特的电话。你好，奈特先生，您现在打电话过来有些晚了吧？特雷西已经被我交易掉了。这我当然知道，但你们今年的首轮24号签也要出手不是吗？所以您是想用埃尔哈灵顿换我们的24号签吗？说完你自己都差点没绷住。哦不，我知道火箭现在需要锋线球员，我们有03年白金一代的优质锋线，虽然在我们这里他打的是后卫，但他2.03米的身高完全可以打锋线位置，我认为他就十分适合火箭。闻言你直呼好家伙，这个比利奈特他还真是听懂了我之前传递给他的2个意思，竟然真的把那个人给我送上门来了。鲍里斯·迪奥2003年首轮21顺位被亚特兰大老鹰选中，人送外号法国魔术师，曾获得过2014年 NBA 总冠军，但这些都是后来的事情。上个赛季的迪奥作为替补球员的他场均只能得到4.8分、2.6篮板、2.3助攻，这还不是关键。作为一名外线球员，他的投篮命中率只有42.2%，三分球命中率更是只有惨不忍睹的18%。只看过去2个赛季表现的话，这张彩票算是刮废了。但是作为过来人，你是知道实情的。05和06赛季被交易到太阳的迪奥可是凭借13.3分、6.9篮板、6.2助攻的全面数据，荣膺05和06赛季最快进步球员奖。值得一提的是，当年最快进步球员奖投票第2名的是你已经交易过来的大卫·维斯特。奈特先生，您是觉得我什么情况都不了解吗？鲍里斯只是一个场均不到5分的替补球员。比利奈特有些尴尬的挠了挠头，这个杨硕也还没蠢到这种地步。你是不是觉得我交易特雷西的行为很愚蠢？特雷西下赛季的薪资可是足足有1500多万了，我把他交易走了，可以为球队省下不少钱呢。比利奈特恍然大悟，用麦迪换选秀权，竟然只是为了少给球员发工资。我想用首轮24号选秀权换你们的次轮签，你们是次轮第31顺位，差了也没几位，但却可以省不少钱。天才！
绝对的天才。比利奈特大拇指都快竖烂了，这杨硕还真是个天才的省钱小能手。OK， 那就用我们的次轮签换你们的首轮签。成交。稍等一下，我们队里还有一个刚做完手术打不了球的家伙，下赛季能不能上场都是未知数，我不能花几百万白养着他吧？等等，你说的这个人该不会是大姚吧？鉴于你之前一系列的离谱行为，比利奈特甚至认为你会把大姚也交易掉。你嘴角一歪，差点没笑喷出来。大姚是我的老乡，我怎么可能交易他？我说的是鲍勃苏拉。鲍勃苏拉这个人，比利奈特十分熟悉。03和04赛季，他们从底特律活塞手中交易来鲍勃苏拉，在为老鹰打的27场比赛里，鲍勃苏拉场均可以得到14.7分、8.3篮板和5.3次助攻。他的表现给老鹰队的管理层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可在04年的夏天，老鹰准备和苏拉续约的时候，火箭队却横插一脚。前火箭总经理道森看好了鲍勃苏拉，认为他完全可以成为姚麦之外的第3强点。于是火箭队以一份4年1440万的长合同签下鲍勃苏拉。而原本老鹰打算提供给苏拉的，可是一份均薪500万的合同。苏拉降薪加盟火箭，其实是为了搭档姚麦，为了总冠军搏一把的。上个赛季的苏拉虽然一直被国内球迷诟病不给大姚传球，但他场均可以交出10.3分、5.5篮板、5.2助攻的数据，绝对是姚麦身边那个最好的帮手。以至于后来很多火箭球迷还在怀念苏拉，希望他能伤愈归来，辅助姚麦冲击总冠军。但结果是，火箭在一次次地失望中等待，一直等到了苏拉的合同到期。而现在除了你，应该没人会知道苏拉再也回不到赛场上了。比利奈特自然更不会知道，他甚至还在计划着能白捡一个苏拉回来。这样吧，你刚刚提到的鲍里斯迪奥，没记错的话，他薪资只有100万吧？他确实很适合我们火箭，我用苏拉和你交换他好了。比利奈特真想当面给你竖一个大拇指。好，成交。比利奈特当即同意，然后迅速完成了交易，将交易信息上报给了 NBA 管理层。亚当，你怎么看？ NBA 总裁大卫斯特恩对着身边的驴脸光头问道。此时的亚当肖华是斯特恩的特别助理。我倒是觉得这个杨硕很有意思。还记得去年的科比吗？他由于官司问题，每次都要赶场参加比赛，可是他每次赶场参加的比赛收视率都出奇的高。或许这个杨硕就是想用这种方式来获得球迷的关注，哪怕这种行为会严重损害球队甚至联盟的利益，但是只要关注度高了，就会带来收益。我本以为他交易麦迪是为了给大姚换一个搭档，可他竟然只拿麦迪换了3个选秀权。而这次的交易甚至比麦迪的交易更加离谱。肖华也在一旁无奈地摇了摇头。你这2笔交易，精明如他都无法完全看透。总之，我不管他为了什么，如果他再继续这样胡闹下去，我就要召开联盟董事会，将他踢出 NBA 老板的行列。在斯特恩为火箭队未来发愁的时候，你这边却是心情大好。与老鹰的交易在成功得到调割的同时，也顺带脚解决掉了鲍勃苏拉，真是一举多得。当这第2笔交易一出，联盟中其他27支球队的总经理全都坐不住了。有一个人说有羊毛可以薅，你不甚在意，因为他很有可能是在喊狼来了。但突然又有一个人说，哇，是真的，买家已经发货了。这个时候你还坐得住吗？果然没多久，你的手机再次响起，来电人备注 RC 布福德，圣安东尼奥马刺队总经理。你好，布福德先生，很高兴你愿意接我的电话。杨，看上去休斯顿火箭今年是打算放弃下赛季进行重建了。很抱歉，并不是这样，重建的确是要重建，但火箭新赛季的目标是总冠军。闻言，布福德直接无语，用力挠了挠自己的额头。我原本以为你们是打算摆烂重建的。老实说，我想用明年的次轮选秀权交换你们的替补后卫琼巴里。琼巴里虽然即将年满36岁，但他上赛季来到火箭后的55场比赛中，能以高达45.1%的3分命中率，每场投进1.1记3分球。最重要的是，他下赛季的薪资只有100万。对于志在卫冕的马刺队来说，引进这种投篮稳定有经验的廉价老将是最合适不过的补充。但以马刺的实力，他们明年的次轮选秀权绝对是第55顺位开外的签位了。毕竟他们可是刚拿到了04和05赛季 NBA 总冠军的队，一个次轮55顺位的垃圾选秀权，就想把琼巴里从你这糊弄了去。你听到布福德这么说，就知道他肯定是被自己展示出的假象给骗到。有了这个先入为主的印象，那布福德就好糊弄了。琼巴里当然可以交易，而且我不仅可以把琼巴里送到马刺去，今年的次轮31号选秀权也可以一并给你们，甚至你们明年的次轮签也可以留下。什么？还有这好事呢？当然了，我也不能白送啊。呵呵，这的确是。那你想从马刺这儿得到什么呢？很简单，我想要路易斯·斯科拉的签约权。如果是一名忠实的火箭球迷，那绝对会知道钻石斯科拉的大名。他可是大姚职业生涯搭档过最优秀的大前锋，只可惜他来得太晚了。斯科拉进入火箭是2007年，这一年已经接近大姚的职业生涯末期了。实际上，斯科拉其实是和大姚同届的新秀。大姚是2002年的选秀状元，而斯科拉则是2002年次轮第56顺位被马刺选中的。只是斯科拉的母队索要得买断费高达350万，这就导致他一直未能登陆 NBA。直到2007年，马刺才把斯科拉的签约权交易到火箭。
火箭，斯科拉自己出资300万，火箭出资50万，买断了母队的合同，他这才顺利登陆 NBA。事实上，2005年的斯科拉已经相当有名气了。他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率领阿根廷男篮在半决赛中击败了美利坚梦六队，并最终在决赛中战胜了意大利队，获得了奥运男篮金牌。其实马刺管理层也不是没有行动，只是 NBA 的规则就只允许俱乐部出50万的买断费。最好的办法就是给斯科拉开一份大合同，让他自己出资买断合同。但是马刺的老板和火箭的前老板亚历山大一样是出了名的抠，为了一个不确定能否适应 NBA 比赛的斯科拉，赌上数百万的资金，属实是有些划不来。作为马刺总经理的布福德，一听到只用斯科拉的签约权就可以换来琼巴里和一个今年的次轮31顺位选秀权，脸上顿时笑开了花。本来斯科拉的买断问题就搞不定，现在用他的签约权能换回这么多东西，这何乐而不为呢？好，成交。布福德没有一丝犹豫，迅速与你达成了这笔交易。与马刺的交易完成后，你手中也就只有一个今年的首轮4号签了。除了保罗，你的计划中没有任何一名新秀。其实05年的低顺位新秀有不少都是可以捡漏的，尤其是首轮第30顺位的大卫里，次轮第40顺位的蒙塔·埃利斯，以及次轮第45顺位的路易斯·威廉姆斯，他们未来展示出来的实力都要远远大于选秀顺位所体现出的价值。只是如果是选了他们，则至少还要再练上2年。你要组建的是一支成熟的球队，经过1个赛季的磨合，就可以对总冠军发起冲击。3天后，6月28日，2005年 NBA 选秀大会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正式举行。当你出现在选秀大会现场时，丝毫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哪怕你身边的女伴是身高足有178公分的女神盖尔加朵。当然，加朵这个时间点也不过是个选美小姐，不被人熟知也很正常。你好，杨。你好，奈特先生。哈哈，果然是你。我听说你们在得到首轮4号签以后，却一场试训都没有安排，我还是头一次见到这种情况。想必你是心中早有合适的人选了吧？这就要看你们前边3个签选谁了。毕竟今年参加选秀的优秀锋线就那么几个，我只要等你们3个选完之后，选最好的那个锋线球员就行。原来如此。比利奈特点点头，他也知道火箭一直以来的短板就是锋线，所以对你想要选锋线的想法，他是十分认同的。只是可惜，比利奈特颇为得意的笑了笑，怪不得你不去安排试训呢，因为乐透区就只有马文·威廉姆斯和查理·维拉纽瓦2名优质锋线。今年的状元几乎铁定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中锋安德鲁·博苟特，手握探花签的犹他爵士则是需要一名控球后卫，他们肯定会在克里斯·保罗和德隆·威廉姆斯中间2选1，那能决定火箭选择的就只有手握2号签的老鹰了。也就是说，火箭的4号签能选到谁，只能看比利奈特和老鹰管理层的脸色了。祝你好运，杨，希望你可以顺利选到想要的球员。嘴上这么说，心里却已经在盘算的选完马文·威廉姆斯后该怎么敲诈你了。谢谢奈特先生。你拍了拍比利奈特的后背，同时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选秀大会即将开始，参加选秀的球员已经全部落座完成。现场镜头依次给到了小绿屋中的几个人，当镜头给到前面几名新秀时，都是一脸激动与憧憬。可到了保罗这里，他却是一脸的肃穆，因为就在刚刚，有人告诉他，他可能会掉到第5顺位才被选中。在这之前，保罗一直都认为他会在榜眼位置被亚特兰大选中，可现在突然有人告诉自己要掉到第5顺位，这落差感属实也太大了点。镜头从小绿屋切出来后，直接给到了现场观看选秀的尼克斯铁杆球迷斯派克里，现场马上又响起了一阵山呼海啸般的掌声。可下一秒，镜头却突然切到了你身上，现场的所有人都懵逼了，整个麦迪逊广场花园突然安静了下来，因为他们根本不认识你。好在现场导播反应够快也够坏，及时给你打了一个标签：杨硕，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呼，整个麦迪逊广场花园瞬间充斥着嘘声与喝倒彩的声音。原来他就是那个交易掉麦迪的蠢货杨硕，他竟然还有脸到选秀现场来，真不怕球迷用唾沫把他淹死吗？这种无能的球队总经理，我还是第2次见。我说老火箭，这种时候就不要把我们尼克斯的管理层也拉出来拷打了吧。你也是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会在纽约这么受欢迎。言归正传，随着斯特恩一声雷迪斯安德杰特门，2005年 NBA 选秀大会现在开始。首先，今年状元签的密尔沃基雄鹿队选择了安德鲁·博苟特，现场只发出了稀稀拉拉的掌声。对于一名外籍状元，这种待遇是很正常的。当年大姚被选中的时候，那零星的掌声甚至都被嘘声给盖过去了。接下来，榜眼签的亚特兰大老鹰在几经犹豫后选择了马文·威廉姆斯。呼，你长出一口气，稳了，这下绝对稳了。之后，犹他爵士队选择德隆·威廉姆斯。对于探花签的选择，你没有丝毫可感到担忧的。犹他爵士的总经理凯文·奥康纳后来回答过记者，为什么要选择德隆而不是保罗？原因很简单，两人都是出色的控球后卫，但是德隆更强壮。最重要的是，德隆十分擅长打挡拆，这正好是爵士主教练杰里斯隆最擅长的战术。终于到了第4顺位的休斯顿火箭队进行选择了。保罗看着小绿屋空出的3个位置，心有不甘地拍了拍身旁的桌子，但突然第6感让他察觉到了什么，赶紧转过头看向了观众看台。而此时的你正一脸笑意地看向他，保罗的脸色刷的一下子就黑了。该不会这个联盟公认的蠢货经理杨硕要选我吧？此时的大卫斯特恩已经拿着休斯顿火箭队的选秀结果上台了，现场的所有人都在期待着这一刻，比宣布状元签的时候要激动多了。毕竟大家都想知道，到底是哪个倒霉蛋会被选到休斯顿去。2005年 NBA 选秀大会，休斯顿火箭队选择克瑞斯·炮。虽说这个结果糟透了，但保罗还是强装镇定，微笑着与身旁的亲朋一一拥抱过后，往台上走去。接过印有火箭 logo 的帽子后，保罗没有丝毫犹豫就戴到了头上。或许这就是命运，到休斯顿去似乎也不是一个糟糕的结果。
果。至少在这支麦迪被交易大姚有伤病的球队中，我会被当作绝对核心来培养。休斯顿的选择结果还真是有些出乎意料啊！原本克里斯这个孩子应该是榜眼秀的，他掉到第4顺位，已经可以算得上是捡漏了。杨硕这个家伙好像还是有点瞎猫碰了死耗子。后面休斯顿火箭没有选秀权了，你也不打算在这浪费时间，搂着加朵离开了选秀大会现场。接下来就是等待了。2005年6月30日18点钟 ，NBA 夏季自由市场正式开启。自由市场的开启意味着各支球队都有权与自由球员之间进行谈判，并且达成口头协议。等到7月6日12点后，就可以进行正式签约了。中间这段时间也是重磅交易的井喷期，甚至还会出现影响联盟格局的大交易。就比如说04年的奥尼尔东游，10年的詹姆斯决定1，这2笔交易也是直接影响到了06、11、12、3年 NBA 总冠军的归属。今年最大牌的自由球星就要数西雅图超音速队的当家球星雷阿伦了。作为历史3分榜第2的球员，他的防守能力也相当强悍，而且他甚至不能只被称作3D 球员，因为他还有作为核心球员的持球单打能力。火箭在将麦迪交易走后，迫切需要得到一位出色的得分后卫。如果火箭后场有雷阿伦和保罗搭档的话，那绝对会是让任何球队都感到恐怖的组合。所以你第一时间就联系了雷阿伦，给他提供了一份5年7500万的合同，这已经是你在规则范围内能拿出来的最大合同。然而结果和你预想的一样，雷阿伦果断拒绝了，因为西雅图超音速已经为他提供了一份5年8500万的顶薪合同。追求雷阿伦的计划失败，你又把目标锁定到了2号人物上，菲尼克斯太阳队的主力得分后卫乔约翰逊。很抱歉，杨，我们不会与西部球队讨论关于乔约翰逊的交易，哪怕你们是火箭队。连续2次追求大牌球星失败，你并没有感到沮丧。目前球队中已经有了大姚和保罗2名未来巨星级的核心球员，还有1名未来全明星级别的球队3当家大卫维斯特。在这基础上，再得到雷阿伦或是乔约翰逊，只能算是锦上添花。而且再加1名巅峰巨星，很有可能会导致球队薪资爆炸，阵容被拆散。一支王朝球队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要围绕核心球员进行补强，保持球队主力阵容的稳定性。所以你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找到与3人相适配的优质角色球员了。3D 球员这种说法在05年还有些太超前，毕竟这是10年左右才开始流行起来的说法。现在的 NBA 联盟中已经有不少球队开始注重这类球员的培养了。3D 球员的代表人物克莱·汤普森和丹尼·格林，2人打的都是得分后卫的位置。而在05年的自由市场上，刚好还就有这样1名优质的2号位3D 球员拉加贝尔，防守能力十分强悍，是那支太阳外线防守最好的球员。而他职业生涯最高光的时刻，则是在06年的西部季后赛首轮太阳 vs 湖人的比赛。科比在拉加贝尔的防守下，场均只能得到24.2分，最终太阳是以4-3的大比分淘汰了湖人。而这轮系列赛结束后，拉加贝尔也直接被贴上了科比杀手的标签。像这样1名优质的3D 球员，一年怎么着也得1000万吧。在原本的05和06赛季，为了弥补乔约翰逊的离开，太阳队以5年2300万的长约签下了完全自由球员拉加贝尔。上赛季拉加贝尔效力于犹他爵士队，场均可以交出12.3分、3.2篮板、1.4助攻的数据。太阳就是看到了他上赛季的出色表现，所以才会给他提供一份5年长约。说起来，拉加贝尔的职业生涯是很坎坷的。作为99年的落选秀，直到2000年，76人才给了他一份临时合同。之后的4个赛季，拉加贝尔先后效力于费城76人、达拉斯小牛和犹他爵士。这4年期间，他一共只拿到了300多万的薪资，去掉各种税后，他拿到手的还不足200万。对于这样1名球员，想得到他的办法其实既简单又直接，就是拿钱砸。我知道菲尼克斯太阳给你提供了一份非常不错的合同，但是我认为你值得更高的价，所以我会提供给你一份5年3000万的合同，同时我也可以保证你首发得分后卫的位置。我想我还是需要考虑一下。还有，你不要忽略一件事情，德州是没有州税的。这一句话直接完成了绝杀，拉加贝尔的心理防线瞬间溃不成军。菲尼克斯所在的亚利桑那州要缴纳4.54%的州税，而休斯顿所在的德克萨斯州是免缴州税的。也就是说，接受太阳的合同，拉加贝尔5年就只能拿到1100多万；接受火箭的合同，拉加贝尔5年可以到手1600多万。他可不是那些已经挣够了钱，想要去强队拿总冠军的明星老将。到火箭去的话，每年可以多拿到手100万，刀傻子才会拒绝。于是，拉加贝尔和你顺利达成了口头协议。这样一来，火箭的首发5胡也已经确定了4人：首发中锋大姚，首发大前锋位置大卫维斯特，首发得分后卫拉加贝尔，首发控卫克里斯保罗。火箭最后要解决的就是首发小前锋的问题了。对于首发小前锋，你的人选有2个，一个是印第安纳步行者的罗恩·阿泰斯特，另一个是孟菲斯灰熊队的肖恩·巴蒂尔。这2人如果能够作为大姚左右护法的话，你是最安心的。先是罗恩·阿泰斯特，关于他的交易，你已经询问过步行者总经理 NBA 名宿拉里伯德，拉里伯德直接一口回绝掉了关于阿泰斯特的交易讨论。毕竟阿泰斯特是步行者的防守核心，同时还是球队的2号进攻火力点。在03和04赛季，他当选了 DPOY 最佳防守球员，还入选了当赛季的全明星和最佳防守阵容一阵。按理说这样1名球员，你是不敢问价的。说到底还是上赛季的阿泰在球场上的精彩表现，给了你问价的勇气。这精彩的一幕，就是 NBA 历史上最恶劣的斗殴事件——奥本山宫打架事件。罗恩·阿泰斯特正是主角。由于奥本山宫打架事件，使得 NBA 的公众形象严重受损，最终阿泰斯特也受到了73场禁赛的严厉处罚。这不仅导致他个人直接损失了500万美刀，也使得原本非常有夺冠希望的步行者
无缘05年的东部决赛。原本以为行为如此恶劣的阿泰斯特会被步行者送走，可没想到步行者竟然还对他有耐心。不过你很清楚，步行者的这份耐心不会超过半年。原本在05年的12月，阿泰斯特就向球队提出要求转会，随即被列入伤病名单。最终在06年的1月26日，他被交易到了萨克拉门托国王，换回了佩贾斯托亚科维奇。对于阿泰斯特，你是志在必得的，无非就是等上半年。半年之后，交易到阿泰斯特所付出的代价甚至会更低。既然阿泰斯特这里行不通了，那你就将目标放到了巴蒂尔身上。不过这次你要面对的对手可不是一般人，孟菲斯灰熊队的总经理正是大名鼎鼎的 logo 男杰里维斯特老爷子。而作为球队管理层的老爷子，那绝对是 NBA 历史上最出色的管理层，而且没有之一。对于这样一名谈判高手，你知道靠耍小聪明是根本行不通的。想和灰熊做交易得到巴蒂尔，那就只有一个办法，真心换真心。您好，维斯特先生，我是休斯顿火箭队的总经理杨硕。你好，杨硕，我知道你，而且也见过你啊。维斯特老爷子竟然还见过我，就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的大屏上。你这才反应过来，选秀大会当天你可是麦迪逊广场花园的风云人物。说吧，你今天打电话过来，恐怕不是简单的和我打个招呼吧？那我就有话直说了，我想要与您讨论一下关于火箭前锋朱万霍华德的交易。说说你的想法。上赛季灰熊的4场季后赛我都看过了，灰熊最大的问题是缺少一名能与保罗加索尔搭档的内线球员。继续。不可否认，洛伦岑赖特是一名出色的内线球员，但他的缺点也同样不可忽视，进攻手段单一，几乎只能在篮下出手，防守端由于脚步不够快，遇到灵活的内线球员根本就防不住。分析得很正确，但这也只是我们输给太阳的理由，毕竟他们最擅长的就是打快。岂止是输太阳，你们如果不做出改变的话，西部的8支季后赛球队有7支你们都打不过。维斯特老爷子直接呛了一下，你小子干脆说我们1支都不过就行了，第8支球队不就是我们灰熊吗？目前灰熊队中只有2名内线球员，仅靠洛伦岑赖特和保罗加索尔2人是无法支撑起一支季后赛球队的内线的。 NBA 是常人的游戏，得内线者得天下。再看看你们灰熊囤积这些锋线球员吧，麦克米勒、詹姆斯波西、肖恩巴蒂尔、邦奇维尔斯，这几个或许可以偶尔客串一下大前锋的角色，但肯定是无法完全胜任的。既然你话都说到这里了，那你想用朱万霍华德交易我们的哪名锋线球员呢？麦克米勒，上赛季他常规赛3分命中率 43.3%， 在季后赛更是达到了 47.1% 的可怕命中率。我需要他的外线火力。很抱歉，麦克是我们的非卖品。如果你们是想补充外线火力的话，肖恩巴蒂尔和詹姆斯波西也是不错的选择。那您认为我是应该选詹姆斯还是肖恩？我认为你应该选巴蒂尔，他上赛季可以得到接近10分5篮板，而詹姆斯只有8分4篮板。可是，在季后赛，巴蒂尔每场就只能得到7分了，他的3分命中率更是从常规赛的接近40%降至10%几，而且这也不是他第一次季后赛拉胯了。现在的火箭首先要考虑的是常规赛战绩。OK， 我听您的。你淡定地答应道，而心里已经唱起了小曲。最后一名首发球员终于到手了，目前这套阵容已经初步具备了争冠球队的实力，接下来就是对现有阵容进行缝缝补补了。补强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签约自由球员，你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找一名替补控球后卫用来串联第二阵容的进攻。这个替补控球后卫的人选你早就想好了，何塞·卡尔德隆，03年选秀的最大遗珠，他落选后直到05年才被猛龙队签下。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卡尔德隆只用了2个赛季就坐稳了猛龙首发控球后卫的位置，并且在接下来的多个赛季中都进入了联盟助攻榜的前10。卡尔德隆是个天生的控球后卫，有着顶级阅读比赛的能力，他传球精准，很少失误，而且外线投篮精准，十分擅长打挡拆，防守能力只能说是中规中矩，虽然不强，但也绝对不拉垮。可以这么说，卡尔德隆就是一个弱化版的保罗。杨先生，您确定要给我提供一份5年的合同？您都不打算先对我进行一下试训吗？这个决定是不是有些太草率了？不，一点都不草率。我看过你去年夏天雅典奥运会上的所有比赛，我认为你十分适合作为火箭第2阵容的组织者。5年1300万，您真的没有在和我开玩笑吗？如果你不相信，后天你就可以飞到休斯顿来，我们当面签合同，机票我已经帮你订好了。搞定替补控球后卫后，你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再找一名替补中锋，毕竟大姚要休息半个赛季，下个赛季的首发中锋将会是从黄蜂交易来的 PJ 布朗，但 PJ 布朗毕竟年纪也不小了，而穆大叔也年事已高，你必须再找一名年富力强的替补中锋。这次你可真要感谢克利夫兰骑士老铁送出的金箍棒了。克利夫兰骑士之前已经公开表示，他们将放弃续约球队替补中锋德萨盖普·迪奥普。迪奥普是骑士在2001年首轮第8顺位选中的塞内加尔中锋，其身高2米13，体重136公斤，他的力量十足，比赛态度好，防守积极性很高，而他的短板在于进攻能力实在是太弱了，近乎于无。迪奥普职业生涯罚球命中率只有可怜的 46.7%， 想要得分几乎只能靠吃饼。别看迪奥普是被骑士放弃的球员，在原本的时间线里，他即将在下赛季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在原来的05和06赛季，迪奥普加入了达拉斯小牛，担任球队的替补中锋，但是凭借自己的
的勤奋与努力，他一度挤掉了号称西部第2中锋的埃里克甘皮尔，担任了小牛队的首发中锋，并且在他当首发的这段时间内，帮助达拉斯小牛豪取13连胜，并在季后赛中一路杀进总决赛。而且迪奥普的身价也不高，一年小几百万就能搞定，能捡漏到这样一名球员给大姚当替补，绝对赚翻了。你联系迪奥普的时候，已经是正式开放签约的当天上午。听着德萨盖纳，我需要你给大姚打替补，起薪200万，3年660万，今天下午你就飞休斯顿，我们立刻签约。说完还不等迪奥普回答，你就把电话给挂断了。当天下午，今年的新秀保罗以及与休斯顿火箭达成口头协议的球员都来了。由于之前的谈判很成功，所以签约进行的也很顺利。保罗就是一份标准的新秀4年合同，金额也是联盟定的，第1年薪资为314万，4年一共1471万。贝尔是5年3000万的合同，第1年500万，逐年递涨50万。卡尔德隆也是5年合同，总额1300万，第1年220万，逐年递涨20万。迪奥普的合同只有3年660万，第1年200万，逐年递涨20万。至于斯科拉，以现在的情况来判断，他的实力应该可以得到一份均薪300万左右的合同。你也是毫不吝啬，直接提供了一份5年2200万的大合同，而且这份合同的薪资也比较特殊，第1年最高有500万，然后逐年递减30万。你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能让斯科拉自己出资买断合同。斯科拉只是简单的与经纪人商量了一下，就接受了这份合同。最后是穆大叔，也就是国人非常喜爱的非洲大山迪坎贝穆托姆博。且不说穆大叔油箱里还有没有油，还有多少油，哪怕他什么都不干，光是在场下甩毛巾摇手指都够了。他为球队提供的精神属性才是休斯顿火箭最需要的，所以你肯定是要将穆大叔留下的。经过商议后，合同最终定在了2年400万。这样一来，休斯顿火箭的下赛季阵容也已经出具雏形了。中锋 PJ 布朗800万，中锋大姚559万，中锋迪坎贝穆托姆博200万，中锋德萨盖纳迪奥普200万，大前路易斯斯科拉500万，大前大卫维斯特133万，大前克伦莱斯维瑟斯庞635万，小前肖恩巴蒂尔490万，锋卫摇摆人鲍里斯迪奥117万，得分后卫拉加贝尔500万，后卫大卫卫斯利507万，控卫麦克詹姆斯341万，控卫克里斯保罗314万，控卫何塞卡尔德隆220万。火箭队内共有14名球员，总薪资为5516万，而根据新的劳资协议，05和06赛季的球队工资帽为4950万，超过了软工资帽。当然，如果特赦掉维瑟斯庞，那工资总额就会重回帽下了。不过不着急，因为这个阵容并不会是火箭的最终名单。等自由市场上的大鱼都被追完后，各队就要开始着手进行转会交易了。你决定暂时按兵不动，等1个多月后再出手。当然，这个按兵不动指的仅仅是在交易市场上，你这个人可是坐不住的。于是，在媒体爆出乔约翰逊将以先签后换的方式加盟老鹰的同时，你自己又爆了一个大瓜。2005和2006赛季，休斯顿火箭队老板兼总经理杨硕将亲自担任球队的主教练。这惊天大雷一出，今年夏天最大牌球员转会的消息直接没人关心了。所有关注篮球、关注 NBA 的人都目瞪口呆了。见过胡来的，没见过这么能胡来的。你与大姚、维斯特、斯科拉是同龄人，今年只有25岁，而 NBA 历史上最年轻的球队主帅是24岁的戴夫·德布斯切尔，可那毕竟已经是30多年前的事情了。现役最年轻的主帅是达拉斯小牛队的小将军埃弗里·约翰逊，也有39岁了。当然，球队老板同时兼任球队经理和主教练的，这个确实有 NBA 名宿帕特莱利，他是迈阿密热火队的股东，又曾同时兼任过球队的总经理和教练。但是也不想想神算子莱利的年纪多大了啊！帕特莱利作为主教练第一次拿总冠军的时候，你杨硕还在那穿开裆裤呢。法克杨硕，他是把 NBA 当做他的秀场了吗？这混账买下一支球队就是为了故意恶心球迷的。联盟到底在干什么？为什么还不把这马泽法克尔赶出 NBA？ 国内球迷的情绪甚至比美利坚球迷还要激动。大姚，这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怎么就落到这么个傻 X 老板手里了？这个姓杨的2X 是不是小时候脑袋让驴给踢了，还是一脚踢了美利坚去的那种？都说什么华人走出去是为国争光，这狗 X 子纯粹是在抹黑我们华人的形象。网上铺天盖地的骂声直接刷爆了所有社交网络平台，就连 NBA 官网的 email 也被投诉邮件给刷爆了。如果说之前你的所作所为还在可容忍范围之内的话，那这一次斯特恩可就彻底坐不住了。胡闹，简直是胡闹！亚当，现在就打给杨硕。嘟嘟嘟，电话响了好一会，你才终于接了起来。您好，斯特恩先生，不知道您打给我是有何贵干？你应该知道，你的确是买下了休斯顿火箭，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肆意妄为。我可是有教练资格证的，联盟有规定不允许球队老板或者是总经理担任球队主帅吗？斯特恩竟一时被噎住了。当然是没有这个规定，但是联盟现在怀疑你是否有担任球队主教练的能力。是否有这个能力，那也要等开赛了才知道。好了，我此刻正在与我的助理教练共进午餐，如果没有其他事情的话，我就先挂了。助理教练，你已经在组建教练团队了？没错，我们此刻就在曼哈顿，正在讨论球队新赛季的规划问题。斯特恩和肖华两人面面相觑，这个杨硕他竟然来真的。为你口中所说的助教正是布兰登·马龙的儿子麦克·马龙。关于麦克·马龙，想必 NBA 的球迷应该都很熟悉了，他就是
就是22和23赛季 NBA 总冠军得主，丹佛掘金队的主教练。当然，此时的他还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助教。就在几天前，纽约尼克斯已经决定聘请拉里·布朗担任球队05和06赛季的主教练。拉里·布朗有自己的助教团队，所以马龙是肯定会被优化掉的。原本马龙会在波波维奇的引荐下去到克利夫兰骑士给麦克布朗做助教的，但是你抢先一步联系到了马龙，并高薪邀请他做自己的助教。但作为一名球队主帅，你自然不会只有一名助理教练。第二天一早你就飞往了迈阿密，这次的目标是热火的助理教练埃里克斯·波尔斯特拉。对老球迷来说，斯波教练比马龙教练可能要更有名气一些，毕竟斯波教练可是曾经带领迈阿密热火队2夺 NBA 总冠军的。不过当时对于斯波教练执教水平的争议还是比较大的，很多人都说斯波教练不过是个傀儡，他奶奶来了也能带3位名人堂球员拿总冠军。当然，后来斯波的教练用实际行动打破了人们的质疑。2023年的 NBA 季后赛，斯波带着一众老将、没人看得上的落选秀以及其他球队不要的边缘球员，先后击败了雄鹿和凯尔特人这2支东部前2的球队，硬生生的杀进了总决赛。虽然最终热火以1比4的比分输给了由马龙教练率领的丹佛掘金，但这支热火绝对算得上是 NBA 历史中的一段传奇了。首席训练助教斯波听到杨硕提供的职位后，显然是有些惊讶。我知道你如今在热火队中就是负责训练的助教，工作内容你应该很熟悉，我相信你可以在休斯顿做好这份工作。可是莱利教练他……斯波显然还有些犹豫。你知道斯波想说什么？无非就是赏识他，对他恩重如山这一类的。莱利一个精明的商人，对待谁不是那一套说辞？达拉斯小牛之前一直对外宣称史蒂夫那时是他们的球队核心，但去年夏天达拉斯却只愿意提供给史蒂夫年薪800万的合同。后来的事情你也知道了。斯波若有所悟地点了点头。如果莱利真的重视你，那就应该体现在薪资上。听说你现在的年薪是10万，我给你50万。斯波顿时惊得张大了嘴巴，眼睛瞪得像球队受到了不公正判罚一样。要知道，现在 NBA 主教练的平均年薪也在300万左右，有一些还没有成绩的球队主帅年薪甚至就只有100万左右，而斯波只是作为助教，竟然就能从火箭拿到50万的年薪。这个杨硕是认真的吗？合同上的数字竟然真的是50万。你现在就可以签字，但我必须得提醒你，合同的最后一条你可要考虑清楚了。合同的最后一条是关于违约金的，不过一般都是大牌主教练才有的，是为了保障教练的利益。你想解雇我可以，只要把违约金支付了就可以，但是你设定的这个违约金可是双向限制的，在斯波的合同期内，火箭不得随意解雇他，同时斯波也不得无故提出辞职，否则同样需要支付高昂的违约金。不只是斯波，你给马龙提供的也是这样一份合同，2人都是50万的年薪，年限都是5年。你这么做就是想把马龙和斯波绑在自己的船上至少5年。不用考虑了，我接受。斯波毫不犹豫地拿起桌上的笔，在合同上签了字。搞定斯波后，你让他和马龙一起招募一些人，把球队的教练组扩充完整，然后2人一起合作带队去参加夏季联赛。至此，你的工作也算是告一段落了。你决定给自己放个假，毕竟迈阿密可是南海岸的度假胜地，而且寡姐斯嘉丽正好在这。几天后，你正戴着墨镜和斯嘉丽晒日光浴，突然手机响了起来，打来电话的竟然是沉迷于网游的大姚。喂，大姚，杨总，不好意思哈，打扰到你了。以后别叫我杨总了，我现在是球队的主教练，你该喊我杨教练啊。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啊？你还是抽空看看新闻吧。你沉迷网游的这段时间，球队的变化可不小。好的，我挂了电话就去看一下。说吧，你找我有什么事啊？对，是这样的，那个教练，你知道大志吧？当然知道了，我和他现在就在一个城市呢。大志刚刚打电话给我了，热火已经不打算和他续约了，而且他也联系了不少球队，但是……行，我明白了，你告诉他，让他联系埃里克斯·波尔斯特拉，过几天和他一起到休斯顿去。太谢谢您了，杨总，感谢您能给他一次试训的机会。谁说要给他试训的机会了？啊，刚刚不是说的好好的吗？1年100万，让他直接签约。大姚再次2连猛滴。既然你都说到大志了，那你再去联系一下大刘，问他想不想到火箭来打球。我想。电话那头突然传来了大刘微弱但又洪亮的喊声，这次轮到你1连猛滴了。教练，不好意思，我俩正在开着 TS 一起在野外 PVP 呢。原来如此。等等，大刘，你现在不是应该在备战亚锦赛吗？那个今天休息。尤纳斯教练是出了名的严格，怎么可能给你们放假？好吧，我还是说实话吧。今天大巴找到了领导，提出想为 NBA 再拼一把，便想退出国家队。这不奇怪，在你的记忆中，大巴的确是没参加今年的男篮亚锦赛。没想到尤纳斯教练知道了这事儿，他气得指着大巴的鼻子大骂了一顿，然后今天的训练就取消了。这大巴还真是会挑时候找事。本来大姚就已经做了手术，不能参加亚锦赛了。原本是国家队的另一主力中锋大志，现在是被开除的状态。现在国家队里唯一靠谱的中锋就只剩大巴了。现在大巴申请退出国家队，那不是往尤内斯的伤口上撒盐吗？我听说领导好像打算让大姚回来，说什么就是坐着轮椅也得上。这就是传说中的蝴蝶效应吗？你们篮协自己烂不要紧，可别连累到我的休斯顿火箭啊！把大姚用废了，谁来给我负责呢？不行，必须得尽快解决这个问题了。大姚，你能当个中间人，帮我联系一下篮协的领导吗？3天后，一篇名为是请假不是叛逃的报道发了出来。这篇报道的署名是裘迪·弗雷德，就是当初报道大志叛逃的那位。报道中完整的讲述了当初大志不归门的所有过程。
过程与细节。这篇报道在经过国内媒体转载后，却再次引发了轩然大波。原来这么多年来，是我们误会了大致。至于这篇报道为什么会出现，自然是因为你使用了超能力。与此同时，你也出现在了国家篮协的会议室中。你此行的目的，除了解决大姚的问题以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标，借着亚锦赛的影响力，去国内投放广告，为自己的公司进军国内市场先铺上一条路。毕竟在以后，国内市场才是世界的市场。大姚的情况，想必我刚刚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如果你们还希望大姚在未来10年甚至15年都能为国出战的话，就应该让他把伤彻底养好。你说的这些我们都懂，但是大姚不回来的话，我们怎么保证成绩？怎么向领导交卷？我这里有3个建议，请领导们考虑一下。第一，我建议篮协将大致重新召回国家队参加今年的亚锦赛。第二，在夏季训练营结束后，一直到亚锦赛开打前，我们休斯顿火箭队可以充当国家队的陪练，期间的一切费用由我们火箭来承担。第三，在这届篮协就任期间，不算已经登陆 NBA 的大姚、大志、大巴3人，火箭每年至少引进1名国内球员进入15人大名单中，让部分国家队主力来火箭练练级。这样做可是能够帮大姚分担不少国家队比赛的压力。这一点看似是为大姚的健康，但也只是一小部分原因。你一想到未来国家男篮会输给小日子，就气不打一处来。你篮协爱死不死，你 CBA 也可以玩封建篮球，这男篮的亚洲霸主也可以不当，但是你男篮就是不能输给小日子。这句话说完，会议室中瞬间哗然一片。不得不说，你的这第3点直击了李元伟的痛点。你的建议我们会认真考虑的，同时我也简单的表达一下我的想法。你不要忘记，你们休斯顿火箭在赛季开始前也是需要练兵的，所以说这并不是火箭给国家队当陪练，而是国家队在给火箭当陪练。对，是。你讪笑一声，对国内领导的认知又提升了数倍。你得想清楚这件事，这等于是我们举全国之力，在备战亚运会的紧要关头，协助火箭进行训练。领导，其实我今天也是来谈生意的。我们华丽想要赞助今年的亚锦赛，赞助费1000万，开拓国内市场。你早有这个计划了。这次与篮协的合作，就是华丽打开国内市场的第一步。事情总算谈妥，赞助合同也很快签订完成。接下来，你和大姚以及他的姚支队谈好了续约的事，5年7500万，这是大姚在规则下能拿到的最大合同。搞定了大姚的续约合同后，你便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新一轮的交易操作。目前火箭队内只有拉加贝尔1名纯正的得分后卫，所以你的首要目标就是寻找1名优质的替补得分后卫。这个目标你其实早就确定好了，只是你一直在等。你想看一下，在蝴蝶的翅膀扇动后，原本要发生的偶然事件会不会发生？万万没想到，偶然事件真的再次发生了。近日有媒体报道，凯尔特人2年级新秀托尼·阿伦被指控卷入了一起枪击案。阿伦虽然不是持枪人，但依旧被拘捕2夜。这件事刚发生后不久，你就联系到了丹尼·安吉。安吉这个人，经常关注 NBA 的球迷应该都很熟悉，他可能除维斯特老爷子以外，最善于进行球队操作的总经理了。组建凯尔特人3巨头，赢得08总冠军。安吉先生，你好，我是休斯顿火箭的总经理杨硕。哇哦，这简直太荣幸了！没想到大名鼎鼎的杨硕先生竟然会联系到我。老实说，我对凯尔特人队中某位球员有兴趣。直说吧，是哪名球员呢？安吉一直对你有着媒体宣传的刻板印象，所以压根没把你当对手。托尼·阿伦，你直言不讳地说出了自己的目标。托尼·阿伦是04年的首轮第25顺位的新秀，目前还只是个刚打了1年 NBA 的角色球员。上赛季他场均只有16分钟的出场时间，仅能得到6.4分、2.9篮板。作为1名得分后卫来说，他的进攻能力显然有些不足。但身为过来人的你却知道，阿伦的真正潜力还没有被挖掘出来。阿伦身高虽然不高，但他身体强壮，移动速度快，防守能力出众。在球场上，阿伦凭借积极的防守态度、出色的防守意识，可以从1防到3号位。他还曾经连续3年入选 NBA 最佳防守阵容，是联盟历史上最好的后场单人防守球员之一。如果没有发生枪击案，想必阿伦的交易价值应该会高许多。可注重形象的 NBA 联盟，在今年夏天还刚规范了着装令，这种与枪支扯上关系的事件，不仅是对外界，对球员自身的影响也是极大的。更何况你本来就不是一个按套路出牌的人。在联系安吉的头一天，你特地找了1名记者，给了一笔钱，让他写了篇报道。这篇报道才是你敢和安吉掰手腕的本钱。报道中将冲突发生的根源怪罪到托尼·阿伦身上，指责他才是这次冲突的罪魁祸首。安吉一早就接到了斯特恩的电话，将他劈头盖脸的臭骂了一顿。枪支、违禁品，这是联盟坚决不能触碰的红线。本来心情糟糕的他，一听说你想要托尼·阿伦，眼中顿时放出了狼见到羊的光芒。你一开始给出的筹码是火箭06年的次轮选秀权和部分现金，在安吉的判断中，这个选秀权大概率是次轮前几顺位的。本来这笔交易也不算太亏，但安吉毕竟是安吉，在他的精明的算计下，凯尔特人最终得到了火箭06和72年的次轮选秀权。你也是咬着牙忍痛将这俩选秀权送到了凯尔特人。交易达成后，你再也咬不住了，直接笑出了声。你对现在的这支火箭可是十分有信心，即便拿不到常规赛第一，但怎么也得是西部前几的战绩。这2年的次轮签起码都在55顺位开外了，用这俩签得到托尼·阿伦，简直就是白嫖了一个联盟顶级防守人过来。在得到托尼·阿伦之后，你还要解决一个问题，火箭阵容里还有几名不在你计划内的球员。维瑟斯庞不用多说了，早在签约大志和大流时，你就对其使用了特赦名额，最后就只剩大卫·卫斯利和麦克·詹姆斯2名后卫了。
剩到最后的这2人，你决定先从容易处理的麦克詹姆斯入手。麦克詹姆斯的打球风格太毒，但这并不代表他是一名毫无价值的球员。所谓的毒，只是因为他喜欢把球粘在手里，自己处理球。这种球员你的火箭不需要。不过你火箭不要有球队要。原本05年的夏天，猛龙就是用球队首发控卫接球王阿尔斯通从火箭交易到了麦克詹姆斯，在5月6日赛季交出了场均20.3分、3.3篮板、5.8助攻的优秀答卷。在联系到猛龙管理层后，你提出了想要交易麦克詹姆斯的想法，对方明显对得到麦克詹姆斯很感兴趣，就差直接说我想要了。但你可不打算要什么接球王，即使他的人气非常高，你想要的则是猛龙队中另外一名球员红曼巴马特邦纳，一名早期的空间型4号位球员。邦纳在其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一名板凳席球员，但身高2.08米的邦纳却有着一手精准的3分，41.4%的命中率比之前提到过的拉加贝尔和丹尼格林还要高，甚至快要追平克莱汤普森了。可以说，只要他站在球场上，就没有人敢放空他。这次的交易谈判进行得很顺利，最终火箭将麦克詹姆斯交易到猛龙，得到了猛龙的马特邦纳。同时为了配平薪资，猛龙还把劳伦伍兹这个天头也送到了火箭。然而这笔交易达成后，麦克詹姆斯直接公开表达了对前球队总经理你的不满，只拿我去换回2名板凳球员，下赛季遇到火箭的时候，我会让他知道什么是后悔。不过这一次你整换灵的操作倒是没有引起多大关注，毕竟你的这种神奇操作太多了，大家已经都有抗性了。可你是谁？你可从不让关注你的粉丝们失望。一桩重磅交易很快被爆了出来，休斯顿火箭用大卫卫斯利、劳伦伍兹与骑士交易，换回了06年和07年的次轮选秀权。球迷们被你整得一脸懵逼，这杨硕在搞什么？就这样把唯一有经验的老将控卫威斯利给送走了？我看他就是打算让火箭彻底摆烂，否则能干出这事。交易了队内唯一有经验的控球后卫，下赛季是打算让2个新秀练级吗？为什么这支火箭一场比赛都还没打，我就已经开始在笑了？你看到这些只是笑笑不说话。保罗和卡尔德隆当然是要练级的，留着卫斯利不是花钱养闲人吗？更何况这个所谓的锋王卫斯利在火箭是那是防守防不住，传球也传不明白，在场上除了能投个控卫3分以外，几乎啥也干不了。更无语的是，这个控卫3分有时候都投得让人绝望。在这笔交易完成后，火箭队内共15名球员，总薪资为4467万，05和06赛季的工资帽为4950万，还剩余将近500万的薪资空间。这套阵容除了中锋位置上过于拥挤，小前锋位置上稍显薄弱以外，已经相当不错了。之后这段时间是个大洲的锦标赛开打的日子，火箭队里不少球员都回国打比赛了，所以你也难得清闲，终于有时间忙点真正的正事了。你要给自己找一名全职女秘书，你跑到祖父公司的人事部门去，从应聘档案里挨个查看应聘者的资料，结果还真让他发现了一个陌生又熟悉的求职者——伊万卡·川普。此时的伊万卡刚毕业，并不想通过家里的关系得到一份工作，所以他来应聘销售经理的岗位。别人看简历的时候是肯定不知道伊万卡真实身份的，但你是认识大公主的。随后你直接拨通了伊万卡的电话，当天夜里你就飞到曼哈顿去和伊万卡共进晚餐了。而更让你感到惊喜的是，伊万卡竟然也是一名球迷，当天夜里你就与伊万卡一起打了球。这天过后，你也算通过了伊万卡的考验，伊万卡也就十分爽快地接受了你私人秘书的工作。当然秘书只是他的工作内容，伊万卡的实际职位是华丽资本的市场部经理。华丽资本是你创办的投资公司，目前主要以投资新兴互联网公司为主。有句话怎么说？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知晓未来的你，那可是时时刻刻都站在风口上。当然这还不算完，你甚至提前找到了杰克多西和张一鸣，在你的全方位支持下，他俩一个创办了特特，一个创办了比特跳动，树都已经栽好了，只等着乘凉了。你的商业帝国混吃等死间就建起来了。而你在经营 NBA 球队上倒显得有些劳心劳力了。在洲际锦标赛打完后，火箭的球员们也都陆续归队。休斯顿火箭终于迎来了开赛前的第一次大合练，在简单的进行了一下基础训练后，你把大家伙召集到了一起。你今天的主旨只有一个，就是立威。虽然作为球队的老板，应该没有人敢在你面前嘚瑟，但是你很清楚，作为主教练，现在怕是难以服众。众人懒懒散散的站在一起，有几个还在小声嬉笑打闹着。今天我们分组打训练赛，除了大姚以外，其余的14人分成2组进行对抗。一听到要打训练赛，场上的这些躁动的家伙们顿时眼睛一亮，忍不住跃跃欲试起来。当然，训练赛可不白打，输的一方是有惩罚的，输掉训练赛的一方，教练和球员一起要连续进行20次全场折返跑。这话一出，球员们脸上的表情竟然有些兴奋起来。平时都是被教练指挥着练，现在竟然能看到教练一起跟着练了，这多有意思！马龙和斯波2人也是默契的对视一眼，看来这是你要考验他俩了。我带一组，麦克和埃里克带一组。这话刚说完，马龙和斯波2人同时一脸震惊的看向了你。不是吧，阿硕，你来真的？你这是要考验我俩，还是难为自己啊？而一听你要亲自带队，球员们脸上的表情也更兴奋了。还有什么能比看到球队老板被罚折返跑更带劲呢？我让你们先选3人，然后我选6人，之后你们再选3人，最后一队1个。这下直接把在场的所有人都给整懵了，让对手先选3人，这和认输有什么区别？见马龙和斯波还愣在原地，赶紧选，不要耽误训练时间。PJ， 马龙先点了一个大中锋肖恩，斯波也点了队内唯一的正牌小前锋，最后一个2人稍微商量了一下，从保罗和卡尔德隆当中选择了保罗。3人被选中后，一脸轻松的出列站到一边，而没被点到名的脸上有些失望的同时还有一丝不安，他们是真怕被你点到啊。选好了是吧？那该我了，路易斯。
大卫·马特、拉加、何塞·鲍里斯6名被点到名的球员先是一愣，接着都有些不情不愿的出列站到了另外一边。不过马龙和斯波没有想到的是，你仗着可以一下选6个人，直接把锋线球员都给选完了。无奈之下，他们只好先选择了迪奥普，让他来打大前锋，然后又选择了托尼·阿伦，毕竟他们还没有2号位球员。最后一个选择，他们从穆大叔、大智和大刘3人中选择了大智。你选的这帮家伙多以投射见长，这样一来，穆大叔的护框能力无法完全发挥出来，但你并不打算放过穆大叔，把他给选了过来。在别人看来，你有点太狠了，怎么还非要拉着穆大叔一起折返跑呢？而大刘本来就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的火箭，成为最后一个被选中的末等马也是在意料之中。于是队内对抗赛的双方阵容确定了：助教队大智、布朗、迪奥普、巴蒂尔、托尼·阿伦、大刘、保罗；主帅队穆大叔、斯科拉、大卫西、邦纳、迪奥、拉加贝尔、卡尔德隆。大叔和大卫，你们俩先休息一下。路易斯，你去顶中锋位置，今天你是主攻，其余的人全部到外线拉开，防守的时候打3减2联防。拉加去弧顶领防，记住，他们只有克里斯和肖恩有远投能力。只是简短的交代了几句话，你就让队员上场了。队内训练才刚开始，说多了他们也不一定记得住。不过这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主要原因是你派上去的这5个人都是球商绝对在线的。在听到你的这几句战术安排后，他们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主教练杨硕竟然是懂战术安排的。倒是站在你身边的大姚一脸淡定，